上期视频我们讲了 House 重建成本的估算方法，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计算之后，你的邻居到底是买赚了还是买亏了呢？这期视频我们用类似的方法算一下重建一套 condo 需要多少钱。根据成本计算法， condo 现在的价格跌到底了吗？大家好，上期视频出了之后收到许多好评，很多观众都在后台催更呢。催更就不必了，大家点个赞 Norman 接着干，一定干过生产队的驴啊。好的，马不停蹄，这期就来给大家估算一下，在多伦多 downtown 重建一套 condo 需要多少钱， condo 的价格到底跌到底了吗？也要先说明一下， condo 的成本计算方法真的比 house 复杂太多倍了，我已经努力在合并同类项了。先来介绍一下我计算中的前提假设。第一点，我把所有的费用大致分了6项，它们分别是：第一项土地成本，第二项硬建筑成本 hard cost， 也就是砖头瓦块的成本，第三项软建筑成本 soft cost， 设计监工销售的成本，第四项政府收费，主要是政府给新房配套科教文卫水电气的成本，第五项其余没算的费用的估算，第六项开发商的利润。除了这些大项，还有很多费用，要不然被我合并同类项了，要不然被我直接忽略了。所以我个人感觉，今天算出来的这个成本，极大概率可能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重建成本的。第二点，没有一个开发商会真正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自己的成本是多少。毕竟每个开发商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成本估算方法和自己真实成本的一个账本，他们都是一个个的大秘密呀。我作为半个局内人，用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了比较详实的计算，不过提供的数据还是仅供大家参考。第三点，大家如果想比较 condo 新的和旧的价格的差距，是需要考虑折旧的。之前的视频中我算 house 其实没有给大家算折旧的成本，毕竟 house 差不多1年就建完，而我们对比 condo 价格的时候，这个成本是不能忽略的。假设我们现在买一个2年新的房子，拿它去对比一个5年后才能建好的楼花，这两个房子的房龄已经差了7年之久，在折旧这一项上，它们之间也一定是会存在价格上的差距的。我个人估算新房和旧房的价差，一般前3年会每年折旧 3%， 4到6年每年折旧 2%， 7到10年每年折旧 1.5%， 11年到20年之间，我会每年折旧 1%， 20年开外折旧每年 0.5%。 所以在同一个区域内进行比较，一个房龄7年的房子和全新的房子比，价格低 16.5% 左右，其实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拿30年的老房子和全新的楼花比，价差在 36% 左右也是合理的。在我看来，价差如果大于这个数值特别多，再多出来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智商税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天价楼花作为裸用房的一个单独的类别进行讨论。第四点，每一个楼里差不多都有 20% 的面积是过道啊、设施啊、游泳池、健身房，这些面积在国内被称为公摊面积，是摊到每一套房子里面进行销售的。这边请允许我找一个古董段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公摊面积。啥叫公摊面积？公开贪污的面积吗？公摊面积，买个房子170，进屋一量110。对嘛？那房子还缩水啊？公摊了嘛？啊，公摊了，你不管在哪儿买房子，全摊到大堂上去。在加拿大，公摊面积是不能卖的，这个成本是归到开发商这边的。所以我们今天算的所有可以修建的面积，我们假设差不多只有 80% 是真正可以拿出来售卖的。好，讲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把今天的前提假设讲完了。屏幕前的你，如果有足够的耐心看到这里，我愿意给你点一个赞。接下来我们讲正题，我不揣冒昧，斗胆来算一下，在多伦多 downtown 重建 condo 每一尺需要多少钱。我们按照刚才列出的6项成本来一一进行讨论。第一项成本，土地成本。downtown 如果我们按2021年末买地的价格算， per buildable square feet 大约是273块钱一尺，也就是楼面价每尺273加币，加上各种交接和其他的杂费，我觉得可以直接估算300块钱一尺。同时大家要看到这个价格是 per buildable square feet， 也就是建筑面积。
我们需要加 25% 的成本来折算到使用面积，这样算下来差不多就是375块钱一尺的土地价值了。第二点，硬建筑成本，还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Altus Cost Guide。多伦多 Downtown 应该可以算是整个加拿大最高规格的修建标准了。根据2022年的成本，我算它420块钱一尺，同时 condo 只有 80% 的面积可以进行售卖，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 25% 折算成可销售面积，这样硬建筑成本就来到了525块钱一尺。第三项成本，软建筑成本，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小项，总结起来我把大项列给了大家。建筑设计 Architecture Design， 工程设计 Engineer Design， 政府规划 City Planning， 建筑许可 Building Permit， 销售和佣金 Marketing and Sales， 以及建设售楼处的费用。这部分成本通常我们估算为 Hard Cost 的 25%， 这边我就算它130一尺了。第四项费用，政府开发费用。最近多伦多的政府开发费用可以说是大涨了一波。如果你买的楼花没有 Development Charge 的 Cap， 同时它是2024年5月以后建成的，那么你极有可能需要按最新的标准来交这个 Development Charge。我按 Condo 的平均面积做了个简单估算，这部分费用差不多是120块钱一尺。我们对以上4项费用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总，375加525加130加110，得到了1140块钱一尺。第5项其他费用，其实还有很多非常细小的地方，比如安保费用我都直接忽略了，这边还是把几个大项列给大家。第一项，建筑贷款，差不多可以占到总成本的 8%。 第二项，捐建廉租房 IZ 的指标，差不多占到总成本的 3%。 第三项 Contingency， 成本上升的准备金，差不多是 5% 的 hard 和 soft construction cost， 占总成本差不多 3%。 第四项 Section 37， 这一部分指的是如果你没有建花园，政府需要给你建的房子配套花园，那么政府会收地价的 4%， 这一项呢约占总成本的 1%。 第5项 HST， 差不多是最终售价的 5%， 也约占总成本的 7%。 这几项额外的费用差不多占总成本的 22%。 我们拿之前的1440除以 0.78， 得到总成本来到差不多1460块钱。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恐怖啊？我自己算完了也震惊了很久，进行了多次验算，发现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这里可以变动的成本基本上就是土地成本和贷款利息了。如果这2项成本都不进行变动，那么未来在多伦多最核心的区域建新的 condo 成本差不多就是1460，而且这还得是在开发商不犯错，没有特殊情况导致开发商工期拖延，也没有人和机构给开发商找事儿增加麻烦的情况下。大家要知道，最近的 8Elm 就是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项目。最开始想申请建80层，但是遭到了周围很多人和机构的反对，包括 Ryerson 大学。最后第一次申请没有通过，第2次改成了建60多层才得以通过。所以想1460建下来，也是需要运气爆表、没灾没难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第6项，开发商利润，算来算去，干活的人不挣钱，他是不会给你干活的。开发商利润我就算 15% 吧。我们拿刚才的1461乘以 1.15， 得到了1680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在多伦多 Downtown 最核心的区域，起码要卖到1680，开发商才是合理的在做事。低于这个成本，相信开发商会血亏，他们大概率也不会建房子。根据1680一尺的成本测算，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宣布，多伦多的 condo 价格确实已经跌到了成本以下。虽然这个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是由于成本剧烈上涨造成的，但是我们仔细看看每一项成本，除了贷款利息，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相信未来中长期，多伦多修建新的 condo 会一直以类似的成本进行下去。相信现在现房价格和楼花之间的价差也会由于未来修建成本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小，直至现房基本上追上楼花的价格。那么知道了这个结论，我们在现在的楼花和现房市场上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先来说说楼花市场。Downtown现在楼花的市场，根据我之前做出来的一个价格比较，大家可以看出，各大开发商除了 Daniels 依然在做慈善，只卖均价不到1300，其他开发商基本上都是卖到了成本价格1680附近或者以上的。这个配图给大家举了很多例子，欢迎大家暂停看一下。
从成本上讲，开发商这样的操作属于正常操作，但是楼花确实已经比现房贵了非常多了。我们回看3到5年前卖掉的一批楼花，比如 Menkes 的 Sugar Wolf、Pinnacle 的 One Young， 他们当年卖在了1300到1400一尺。这些房子在现在的转卖市场上也有挂着在卖的，基本都不赚钱，甚至有一些房子算上各种销售费用会亏钱。而性价比更好的项目，比如 Tradell 的 Via Blow， 很多房子其实是可以做到本金翻倍及以上的。所以问题并不是买楼花不好，而是买到了贵的错误的项目。大家如果要买楼花，还是尽量要购买比新的现房贵 20% 及以内的便宜的 Norman Approved 的项目。像 Daniels on Parliament 卖的这种慈善价格，卖在1280一尺，基本上和现房的翻建成本都无异了。还有一些尾盘只需要 10% 的首付，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这边联系我。再来说说现房市场，我们按1680一尺折算3年新的现房，差不多是1530块钱一尺的重建成本。相信市面上绝大多数的3年新的 condo 都卖的比这个价格便宜。我们再退一步讲，把开发商的利润完全拿掉，1460一尺折算3年新的 condo， 差不多价格来到1280一尺。即使按1280算，相信绝大部分比较新的现房也卖在了这个价格以下。如果大家买的房子尺均价小于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安全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有价格大幅上涨的潜力。根据现在的整体市场价格估算，新的现房确实整体质量是好于楼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长期来一直跟大家讲，哪里楼花贵就去哪里买新的现房。在我看来，这个短期的价格错配，也就是新的现房卖的比较便宜，楼花卖的比较贵，是由于短期金融属性造成的。现在的利息比较高，相信未来如果利息下降或者利息高这个因素被市场充分消化，现房的价格是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的，会有潜力追到和楼花的价格相匹配的位置。当下的市场对首付比较多的玩家非常有利，相信大家可以在现房市场中淘到一些宝贝。这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套房地址是251 Jarvis， 7月份卖掉的，有 locker 我可以算它5000块钱，车位成交过的卖了9万，我保守的估算为8万2。阳台的面积呢，可以按 10% 加到室内面积来计算，所以这套房子的尺均价是60万除以570，等于1050块钱一尺，买了稳赚。再比如这一套房子，地址是181 Dundas Street East， 面积是666尺，locker 可以在总价里扣5000，我们拿70万5000除以666尺，得到这套房子差不多是1060块钱一尺，这个房子买了也是稳赚的。再来看看这套房子，10月份刚卖掉的，地址是20 Richardson Street， 还是老方法 ，locker 折扣5000块，阳台按 10% 的面积加到室内总面积上，我们按70万除以714尺，得到每一尺的价格只有980块钱。除了尺均价不贵，大家还要注意到上面3套房子都是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他们是没有租金管制的，每12个月可以无限涨租一次。另外不才，这几套房子也都是我的团队帮客户买到的房子，性价比杠杠的。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算，这几套房子的收益率在未来的5年中一定是可以跑赢卖1800一尺的楼花项目的。当然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样的高质量楼花项目也是可以跑赢其他卖的比较贵的楼花项目的。在此立帖为证，如果没有跑赢呢，欢迎大家去下方评论区锤我。总结一下这2期视频的计算， House 的价格目前还没有跌到成本价，大家如果是自住，现在是可以购买的，你可以有比较多的挑选空间，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房子。如果想投资买 house， 现在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还是要等 house 跌穿长期 house 和 condo 的价格比 1.77。 house 的楼花就算了，整体价格虚高，确实比较贵，不值得碰。核心区的 condo 现房价格已经明显跌到成本价格以下了，只要大家支付能力够，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现在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购买时间。我个人依然觉得现在的价格会好于明年年初的价格。如果大家持有的物业数量比较多，推荐大家用 35% 到50%的首付来买房，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短期现金流被拉爆。condo 的楼花整体垃圾比较多，但还是有一些可以购买的项目的，大家可以谨慎购买。
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